欢迎来到 King 的轮滑教室。看到我这一个环境，就知道我们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啦。玩过这么多纸牌人，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一点点比较特别的样式。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一双这个轮子特别大啊。看这个越野轮这个轮子呢有150150。平常我们平花鞋溜的是80的一个大小。我42的尺寸是溜80的大小，我们可能一般小朋友68到80都有，但是我现在是手上这一个轮子是我溜过最大的150。它这个轮胎呢比较不一样，有点像我们机车、汽车在用的这种材质它是需要打气的那底座呢是这个 Fly Eagle 飞鹰的一个专门用的一个越野底座然后我的鞋身就是用我的一个平花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轮子的设计相较我们一般的直排轮呢，它是可以溜在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它是可以溜在像我们背后的一些石子路还有土路草地就是一些比较不平的路段。但是呢，实际上溜起来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比较快呢？其实也不知道，需要先测试一下所以我今天就带了这一双来这一片漂亮的竹林这边呢来测试一下刚刚呢已经打过气了，它这个轮子需要打气的，然后它这个上面有写最高可以打到90磅那就是会比较硬一点点。我刚拿到的时候有滑过一下还没有打气，非常的软，所以很黏地，那个溜起来很吃力，要花很大的一个力量。那我刚才把它打高一点，我打到了大概70-80左右测试一下，可能会有点硬，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有流掉一点，所以大概在70几，溜起来就相对轻松一点，不过还是会相较于一般的直排是比较吃力的但我那时候是只有溜土路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测试看看不同的路面，然后呢最后我想要知道这一双鞋在越野的路段到底会不会比较快。我们今天除了测试不同的路段以外，我们今天还会找一个越野的路段，然后找一小段来测试第一次是用越野直排轮来测，看要花多少时间；第二次是直接用双脚来跑，看要花多少时间。然后来看看我们这个越野直排轮到底，我如果去山上爬山，或者是说我今天想要通过一个越野路段，我用越野直排轮到底会不会比较快，还是我干脆直接用跑的就好？这只是一个噱头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影片。上上去的感觉就是我整个人变很高，然后底座很长，不像一般平滑鞋那么好转，所以你在转的时候比较不灵活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下坡可能没办法，我目前还没办法很好的操控。如果是很陡的下坡的话，可能没办法溜得那么顺。我现在转弯都有一点点卡卡吧。好，我们现在来溜水泥路。水泥路我觉得溜起来的感觉还不错，跟柏油路不会差到太多，只是比较稍微粗一点点，但用这个越野轮溜起来感觉不会差太大，不要到很大的凹洞，刃压起来的感觉也还不错，就是比较长一点吧，有一点雪板的感觉。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溜点上坡，然后现在地面比较多的一些竹叶但整体来说是不影响因为我现在的胎压还比较低一些，还没有打过气，大概在已经漏掉到60左右上坡我觉得是比较沉重一点的上坡已经是半接近用走的状态。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下坡蛮好玩的。那我们下坡不要到很陡，但还是减速要很快，表示这轮的阻力还是蛮大的，在水泥地。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一片竹林这片竹林的地面就是比较接近泥土路然后混合一些竹叶所以相较来说水泥地会比水泥地还软一些所以你看我现在在没有很陡的下坡，其实也是半走半滑速度会相较被吃的更多，没办法把速度提得很高，所以在这种地还是要比较大的一个坡度
才能享受这个溜的乐趣。而且还是多蛮多障碍物的，石头啊跟一些竹块。接下来来到柏油路，柏油路的感觉就是很扎实，没有太多颠簸，滑起来也是中规中矩，很滑顺。但在柏油路上跟一般直排轮相比，越野轮还是比较不好溜的。但它的特性就是在越野路段的时候，可以溜一些一般直排轮没办法溜的地方。所以柏油路可以当做一个过渡的一个桥段。然后打气的胎压也要比较高一些，所以当我们从越野路段过渡到柏油路上的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刚好今天有下一点小雨，我们来到湿滑的水泥地。在湿滑的水泥地来说，胎压如果很高，你在推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打滑的感觉。不过跟一般直排轮相比来说，没有那种轻轻推一下就瞬间整个滑掉的感觉所以你是用这个越野轮胎，相对在湿地的时候，你会比较有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在这个湿的水泥地的时候，还有在柏油路上的时候，也是有相同的感觉。所以如果在湿面的水泥地，你可以打比较中间的胎压既不要掉太多速度但也不会做太多的打滑，那也有基本的抓地力跟速度，在这个路面上溜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到我们这个是石子路这是比较粗的一个石头，在这种路面上呢，没有坡度的状态下，没有下坡，你可以说是完全溜不太动你推一下很大力的，可能只能滑不到1步的距离所以在这种石子路上几乎只能用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溜草地。草地也是蛮溜不动的一个地面草地可能是土很湿，然后草的阻力又很大，所以你看我冲了这么多步，滑了之后呢，只滑了一点点现在是有一点点微下坡的状态，那还是马上就停下来了。草地在用一般直排轮的时候也是可以滑，但也是冲很快的时候滑一小段就停下来。主要的差异是在越野直排轮碰到比较小颗的石头的时候可以直接滑过去。最后来测试一个土路混石子的一个路段这个路面很多碎小的石头跟比较大颗的石头、土路、叶子、湿地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经典的越野路段。刚刚走了大概2-3公里上来，拎着一个超大的越野鞋，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2-3公里的连续下坡，就可以好好的测验一下这双直排轮啦。下坡真的就差蛮多的，我现在全程就是一直在滑行的一个状态。那溜在这种路面，基本上我就会找比较细小的石头跟土路溜过去，在下坡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我只要站着它就可以一直往下，都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石头，当遇到或是滑过去的时候，减速会再多一点点，甚至重心要再放一点点，因为它可能会突然让你往前倾比较多。好，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越野路段，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测验看看，我们跑步呢，越野跑跟我们的越野直排轮哪一个速度会比较快？那这个越野路段呢，现在往下走大概1公里呢，会到一个土地公的一个休息区，那我会在那个休息区折返到回来这个点，所以来回大概是一个2公里的一个路程。那这个路程中，大部分都是像这种土路附带一点点小石子的泥土路，然后有上坡有下坡，但起伏不会到很大所以来看看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越野路段上来进行移动的话呢，是直接用我们的双脚步鞋来跑步，还是带上越野直排轮会是更快的呢？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那为了公平起见，因为越野直排轮才刚拿到没多久嘛，所以溜的时间其实还不是很长，对这个器材呢，在溜的时候也还不是很熟悉，不是非常的灵活，还没办法很好的操控它。但跑步呢，
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所以呢，稍微公平起见，等一下我们会先用跑步的，然后让我们真的跑完之后直接有热完身的感觉，然后再来进行越野直排轮。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项测验，我们先由跑步来开始。好，首先开始跑步的测验。在跑步的同时呢，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一段的场地。现在一开始是一个微下坡。熟悉场地之后呢，等一下越野直排轮部分也会比较安全一些，毕竟旁边就是一个悬空的一个地方。好，那现在前面的路段都是缓缓的下坡。然后地面是土路混合着一些碎的小石子，所以等一下溜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只要注意一些比较大颗的石头或是凹洞，这样就可以了。这个越野林道跑起来还是蛮舒服的，这是我们以前在比越野赛石门水库的越野赛会经过的路段，以前每年都会参加。我常常在这边做训练，所以对这段路线其实非常熟悉。这边的话，转弯后从下面下去，就一直走可以到石门水库。然后我现在前面走的方向，一直跑的话，就会到一个可以唱歌吃东西的一个庙。现在到水泥地。所以经过上次的测试，水泥地也是蛮好溜的只是要看一下下坡的坡度，要注意一下安全。左边上去就是石门山，这边是蛮适合运动的一个地方，然后人也不多。你有来过这边爬山吗？或者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来这边运动运动。现在已经是回程的路段了，其实已经蛮久没跑步了，不过现在跑起来的感觉还 OK 毕竟只有2公里嘛。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路牌。跑步总共时间花费14分22秒。好，接下来休息一下，换个装，开始越野直排轮的测验。把胎压再补一下，这次我们要补到80磅。等一下会比较好进行。80磅这个胎压是比较偏硬一点点，因为它满额是90嘛，所以我在80磅的时候，这个上坡推刃的时候会有一些打滑，不过不影响溜。我每一步都是其实蛮沉重的，感受上耗费的体能比跑步还多一点，强度算是比较高一点点的，跟跑步相比，尤其在上坡的时候，体能的耗损应该是2倍，但下坡的时候就是比较轻松跟放松的时候了。但是跑步也相对是。跑步是比较维持在一个心率，越野直排轮的心率浮动就会比较大一些，因为你上坡的时候会拉得很高，然后你下坡的时候又会降得比较低，所以算是一个性质蛮不同的2个运动。终于有个长下坡了。你看我一下坡完就要马上加速，而且这是平路，但是也很快就没有速度了。所以越野直排轮真的是
蛮像滑雪板的啊。滑雪就是要一个连续的下坡，现在又下坡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折返点，是一个休息区。漂亮的地方，速度呢7分多钟，比跑步快一点点。好，现在折返。回程上坡比较多，应该速度会慢蛮多的。刚刚只有快了8秒。好啦，终于做完我们的测试啦。刚刚这样溜回来花了16分18秒，然后跑步呢是花了14分30秒，所以整个越野直排轮溜的过程呢，大概多花了1分多钟，接近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去程的时候是比较快，去程大概快了跑步10秒左右，也没有差很多，但回来就瞬间拉2分多钟。估算一下，应该是因为去程的时候下坡比较多，所以都是可以用顺滑，要有速度惯性的滑下去。那回来上坡呢，就要花更多的力气，而且速度会慢更多，所以在回程的时候呢，就导致了我们的速度呢直接多2分多钟，所以大概可以了解到，这个越野直排它是比较适合平路或是下坡的这些路段。那下坡的话呢，它可以让速度呢稍微快一点，而且轻松一点。我溜完的感觉的时候呢，是没有跑步到心肺消耗这么大，但是它强度会感觉算是比较高，比较是高强度，比较没有那么有氧的感觉。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在冲刺，然后它下坡的时候可以给你稍微站着，你只要撑住然后就可以有速度，所以这时候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肺呢可以做一个缓和所以不会到像跑步一直在维持一个强度那种感觉，所以整体的运动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但就以速度来说，我觉得除非今天是下坡，那这个越野直排轮才会有它的优势但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它的体能消耗强度也是比较高，然后你的肌肉脚也是会比较酸的就是瞬间的酸度会比较高所以应该可以说是强度区间不一样的一个运动。那如果你今天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滑雪板吧，就像滑雪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搭缆车，然后到高山坡之后再滑下来，很少人会直接的就走上去然后滑下来，这个算是练武奇才，体力相当的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滑雪的感觉。而且我在滑的时候就是感觉我不能将脚踩得太中间去推刃，所以我溜起来会一直有一种开的在溜的感觉，因为那个底座太长如果你太靠近，2个脚就会缠在一起，就会打结，就会跌倒，所以呢都是有一点点开溜的。我觉得真的有点像雪板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是像你是要从高山下去，然后就像带个雪板这样，我觉得没有问题，这速度一定是会比较快，而且比较轻松。我刚刚也比较有掌握到那种感觉，达到80，我觉得效果真的不错。它的地板是感觉起来是比较滑一点的，是可以做侧刹，没有问题。但是你在推刃之后，只要在比较多沙子跟土路的时候，它也是会一直打滑所以我觉得各有利弊。但我觉得80这个胎压是不错，我觉得蛮适合我，因为它可以做侧刹是比较好的一个胎压。那如果你到60、70就会太软，然后体能消耗又会更大所以胎压的话，我建议打到70、80左右，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我觉得今天测验蛮有趣的，但之后说会不会去一直用这个呢？我觉得如果今天是短距离玩一下，或是说有一些比较多的下坡路段或是平路段的时候，可能会带着这双越野直排轮玩一下。那平常长距离登山可能就比较不会用到，因为它重量也相当重，然后速度整体长距离平均来说，我觉得
是没有比较快的就跟我们之前测的跑步跟直排轮来说，长距离直排轮会比较快，短距离跑步会比较快。但我觉得这个不管在短距离或长距离，应该都是越野跑速度会比较快。除非今天是下坡路段，那越野直排轮可能会占一些优势。好，这就是今天的越野直排轮的测验。大家如果还想要再看什么实验，或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在留言区讨论看看，来帮大家做测试哦。那我们下次见。